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美食节。距离上期馒头塌陷实验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。这1年，我也为很多包子店、馒头店解决了塌陷死皮的问题。在给他们解决塌陷问题的同时，也让我对馒头塌陷有了全新的认知。今天我决定以一期解决一个塌陷问题的方式来为大家解决馒头塌陷。今天要讲的就是一锅里边为什么只有1个或2个塌陷的？为什么一个馒头一半塌陷一半不塌陷？这个问题是塌陷里边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问题，也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小段视频。时间马上到了，这一个馒头必定会塌陷，这一半。好，时间到，关火，打开盖子，看到了吗？这个馒头塌陷了。我说的这个馒头只塌陷这一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没事的，这边是塌陷的。视频里的语音是现场录音，不是后期配的。这个馒头塌陷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又是如何提前预判的？这一小段视频前几天发布后，很多网友说是滴水，打开锅盖太早造成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视频。这一锅时间又到了，其他的我不敢保证，这2个必定有1个会塌陷，这一个肯定也会塌陷。好，现在关火。有人说是我打开锅盖太急，那这一锅我就把它停几分钟再打开盖子。好，现在已经过了几分钟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我说的这2个有1个会塌陷，结果是2个全塌陷了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一个只是出现了轻微的塌陷啊，不是很严重。这个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没有打开锅盖的时候就已经塌陷了，打开锅盖之后它就塌得更严重了。这4个都是完好的啊，只有这2个跟这1个，在没有关火之前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。细心的网友可能已经看出来了，2次塌陷的馒头总是出现在出气口的位置，而这2次蒸馒头我都是使用的猛火灶，而且开了最大火力。也就是说，当一锅馒头出现个别塌陷时，主要原因是火力太大，锅盖太严，导致内部压力过大，蒸汽呈喷射状态喷出。被蒸汽喷射到的馒头内部压力也会更高，而蒸汽喷射的位置温度也会更高，最后就会出现馒头塌陷甚至是死皮。我为什么用喷射描述这一现象？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。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中，是不是火越大，蒸汽就会越大？现在是小火、中火、大火。你会发现，火越大，我们能看到的蒸汽就越少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不同火力所冒出的蒸汽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好，现在是小火，我们看到的蒸汽非常的多。我们把纸放在上面，它是这样的，中火、大火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个别馒头塌陷的原因。再关小火。当蒸汽压力过高时，它的温度也会上升，也就是说可能会超过100度。这是一张蒸汽压力与饱和蒸汽温度对照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蒸汽压力达到 0.1 兆帕时，它的温度是 119.6 度。我也尝试过测试蒸锅里的蒸汽压力以及温度。这是一个微压锅，锅盖这类都是硅胶的。把锅盖按紧，然后这个盖子也按紧，它是可以把锅给吸起来的。这个压力表它的最小值可以测到 0.01 兆帕。我用嘴来吹气和吸气，把这个东西给它拽出来，把表装上去，装上去之后，锅盖被顶起来了，然后用手按紧。最后因为设备不够专业，锅盖弄坏了也没能测出结果。蒸汽喷射的位置和温度是多少，我暂时不知道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结论的正确性，那就是火大，喷射位置的压力过高，造成个别馒头塌陷和死皮。这也是我能提前预判馒头塌陷位置的原因。另外，蒸汽在蒸锅里的运动轨迹会根据蒸锅的形状、大小、高度以及蒸笼的层数不同而发生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有时个别塌陷的馒头不一定都会出现在出气孔的位置，但是一定是大火蒸并被蒸汽冲击到的馒头。比如下面这段视频，上下层同一个位置出现了严重的馒头塌陷，但不是在出气孔的位置。因为这个不锈钢蒸笼比较高，蒸汽可能是从这个位置达到顶部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喷射而出，而这个位置的馒头低于这个出气口，没有被冲击到，所以出气口的位置没有塌陷，
另一个位置被冲击到的馒头塌陷了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蒸汽不应该是从中间达到顶部的吗？说实话，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，直到我看到这个。这是水刚刚烧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蒸汽是从右边上来的，蒸锅内的蒸汽饱和后才往外面冒。至于右边这个馒头为什么会塌，这是我为了测试发酵好之后的馒头胚它的筋度和延展性故意拉伸的。最后这锅馒头同样在出气口的位置出现了轻微的塌陷，我用牙签扎过后又恢复了原状。用牙签扎馒头也要把握好时机，如果锅盖打开的太晚，在打开之前就已经塌陷了，这是无法补救的。打开太早，锅内压力骤降遇冷也会导致塌陷，但这只是诱因，不是主因。所以蒸馒头时，我们只需要等锅内的压力降下去以后，就可以打开锅盖。如果有塌陷的，我们还可以补救。压力多久能降下去，是根据锅的密封程度，通常在1分钟左右。这一锅明显塌陷的更严重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这主要原因是面筋。当馒头胚的筋度过高，在遇到大火蒸、内部压力过高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严重的塌陷。这也是下期视频要讲的内容。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